的话，我们量一下它的电压，25.71，因为我这个是高压电池，25.77算下来的话，应该是51.48啊，51.48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电脑上地面站里面，然后这有配置硬件设置里面有一个可选硬件电池监测器，我们需要把我们输入的电压输入进去，我们刚刚算出来是51.48，好，点击回车。这个时候下面有一个电池估算过的，电池电压计算过，这个电压基本上是给它在它的我输入电压在它的左右，基本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这边电池电压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输入的一个值，是我们的电池校准检测校准基本就完成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是一个电机转向，因为电机转向我们还没看啊，电机转向我们还没看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通过电脑一个一个去这个电机测试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测，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的话，就是我们人为去感受一下。还有一个带锁、解了锁，这个是反了，这个对了，这个反了，这个反了，哎，这个对了。现在的话，这个是要逆时针转，逆时针，1和3号是逆时针，2和4号是顺时针转。现在的话，基本上就这两个逆时针的反了，需要就是任意两项交换，3项中交换2项，那就 OK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一下解锁，逆时针，顺，好，电机的转向基本上就完成。检查转向的时候，你还可以通过就是这个电机测试里面，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下电机的顺序是不是插错了，就是说你前面的定理信号线是不是插到后面信号线去了。我们可以输入一个10%的油门，然后的维持时间是2秒。我现在点 A 的话，应该是1号电机转，1号电机 ；B 的话应该是4号电机；C 的话应该是2号电机。看我们的解锁，推油门，这个是反的，因为我们是前拉电机根据它的我们是上了正桨，转向反了，所以说也是一样的交换。这个时候我们。现在我们就对了。接下来是讲了一个安装方向，这个是我们最后再进行一个安装。然后的话，模式开关这个地方我们它的一个模式开关，模式开关我设置的是5通，5通的话我这边可以看一下，飞行模式里面有一个这个。我有2个多轴定点，然后中间这个通道是 FWA， 因为我测试的情况下，我就是要用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。如果就是说飞不了固定定义的话，你就把这些全部改成Qloiter， 全部改成多轴定点，然后模式开关是没问题的。那 GPS 收信的话，因为这个是我在家里面收，
是在家里面，然后这块离的窗边也有点远，但是两个 GPS 有一个 GPS 已经是收到微信了，然后另外一个 GPS2呢是没有收到微信，但是它能检测到它是有 GPS 的啊，信号是通了的，但是就是没收到信，天线它没收到信。如果就是说你那个线有问题啊什么之类的，它是 GPS2是无 GPS， 不是说未定位，未定位的话是它能识别到有插了 GPS。然后的话 GPS 的话，我们待会儿可以放到窗边去收一收芯。基本收芯的话，应该这个我们也是，设备的话基本都是全部检查过的，收芯基本都是没问题。这个我们在装之前，我们检查设备的时候，在拍视频之前嘛，我们就把这些设备基本都挨个检查了一遍。然后信号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下检查速传信号，速传信号基本上是你离它很近，是99%和100%是正常的。如果就是低于100%或者99%，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离得很近。如果在山区作业的话肯定就是99%以下，那基本上都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有遮挡物的情况下，那肯定就是要挡着的。那现在我们速传信号是没问题啊，速传信号。最后一个进行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飞控拍照。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检查我们的宽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假电池就是供电的话，用飞机端给它供电。这个是12伏，然后这个是降压到我们的2S 电压，就是8伏左右。因为索尼的相机基本上供电的话 ，H2 和 A6000供电的话，基本上都是8伏左右，就是2S 电压嘛。这个也是我们的快门，我这插了一根转换线，我们镜头盖打开，插进去，好，人为按一下看能不能拍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按一下我们的地面站，看一下是否能拍。1、2、3，好。这时候我们拍照也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们的检查拍照基本就 OK。那我们的前拉电机转向我们确定了，现在需要的是把我们的前拉电条给它固定了。然后最好的话，这个是用绝缘胶布给它粘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用的也是绝缘的一个胶布，是粗长胶布，用起来反正看着比较美观这个用。进行给它一个封闭。这个封闭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线别把它压着，尤其是这边这个信号线。这个倒是为了我们的一个美观，我们可以把这些线给它稍稍的
固定一下。这个不然呢，到时候影响我们去绑电池。好，现在我们飞机的这些小盖子基本上也可以给它固定了。我们的前面，我们再次确认一下这里面是否脏了东西，就是要进行一个绝缘的一个处理。就是主要就是这个馈线上面有个信号键，它是裸露在外面的。这是我们的这个动力的 M2×4。出来的话是我们这个GPS 舱也可以固定。现在我们把这个飞后舱基本上也是没问题的，我们可以给它固定了。基本上是卡得很紧的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把这个电池下面给它增加一点摩擦，因为电池我们都是用了这个粘了魔术贴的，下面我们给它粘一点毛面上，粘一点钩面、齿面上，这样增加一个它的一个摩擦阻力嘛。可以把电池绑到里面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进行校准水平和罗盘。校罗盘的时候因为要转动飞机，所以说电池是必须要固定的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水平的一个校准。这个的话，基本上放到地面上，然后看我们两边，看我们两边，到翼尖的部分吧，就是说，扩到翼尖到地面，因为地面是水平的啊，肯定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就是说，通过这么一个放大，看它的一个，这边的话是到地面的一个距离。125，这边的话是113，所以说这边应该是低了，这边高了，然后这边需要进行一个加重。飞机说整体可能就是应该是往右边倾斜了。120，这边是115，这边还不够。
够的话，下面就要进行给它这个，垫一点东西，这边高了，这边低了。差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就是说，有一点点的不水平，它被放大了的话啊，它被放大了，应该是就是说，误差是你看得很明显的。这边垫多了。118。基本现在是处于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。在地面站上，这边有一个加速域校准，然后一个水平校准，点击我们的水平校准。现在过来看一下，基本上是在正负1波动，因为还有这个就是它波动比较大的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，它的一个定位跟一个定位有很大一个关系。它有波动基本上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呢，现在的位置基本上是在正负1以内波动。现在呢，我们进行一个磨盘的一个校准。我们校准磨盘之前，我们要确定一下，就是哪个是磨盘1，哪个是磨盘2，因为我们是用了2个外置磨盘。现在呢，我们飞机连上需要去确定一下，就是哪个是磨盘1，哪个是磨盘2。这个时候的话，需要2个人了就。因为我们有一个罗盘的方向我们是反着装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确定一下哪个是罗盘1，哪个是罗盘2，因为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转向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放到罗盘，随便放一个外置罗盘，没反应。拿个有磁性的吧。应该，我们那个转向那个的话，就是模盘1，插在GPS2上的就是 iPhone C2的是模盘1，然后的话插在 GPS1上是模盘2。这个就是你每次要确保一下，看一下，就是在这个磁场值放一个有磁性的东西，放到上面去看一下哪个磁场在动的比较大那个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需要远离磁场，然后进行一个模盘校准。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远离磁场，放到就是说离门窗户离铁远一点的地方进行一个模盘校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安全舱给打开，然后让磁性可以少一点。好，现在就进行一个校准。校准的时候是6个面，每个面都要转一下，就是慢慢的转动它，每个面都需要慢慢的转动。
啊，现在我们是有一个罗盘是校准成功了。啊，现在的话，另外一个罗盘也快了，91、92、93，还差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就校准成功。现在的话也是要求我们进行一个重启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重启。那现在磁场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500左右，啊，磁场1、磁场2，基本都在500左右。然后风位的话，基本上也是跟我们大致指向北方，现在是8度，基本上也是一个很 OK 的。那我们罗盘的话，基本上就校准成功。